我和林浩是医学院的同学，毕业后我为爱隐退，甘愿结婚在家照顾她和婆婆，直到几个月前，林浩大哥去世。圆圆，别难过了，阿俊走了，你还有我们呢，你就在这住着。就是啊，大嫂，以后有我在，我会替大哥照顾好你和孩子。阿浩，现在我只有你了。放心吧。你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到客房去，你的房间留给圆圆住，她可是怀了我们林家的金孙儿，得多晒晒太阳，补补福气。妈，那是我和林浩的婚房。人家圆圆的爸爸是汇成医药的总经理，你一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黄脸婆，让个房间还委屈你了。哎呀，不就是让个房间而已吗？你等大嫂把孩子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文文，我这些衣服必须手洗，洗洗烧面料，而且对宝宝也不好，就辛苦你了。我们约了圆圆的爸爸去江城最顶级的意大利餐厅吃饭，你就别跟着去了，省得跟出去丢我们林家的脸。老婆，我下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招标会，我需要周总的引荐，你就先委屈一下，等我拿下这个项，我一定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哎呀，我这怀着孩子也蹲不下来，怎么换鞋啊？一点理架都没有，还不赶紧滚过去给圆圆穿鞋！死什么你！哎呀，帮个忙嘛！啊Amona, stai per diventare papà. Sei felice? Charlotte， 看什么看？你听得懂意大利语吗？还不赶紧把鞋摆好！Ci habita dad, quale padre di casa bambino？ 你怎么会意大利语？他刚才说，他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听错了，她怀的是我大哥的孩子。叶文，你少在这没事找事儿！别以为你学了几句鸟语，就敢在这儿胡说八道。都到现在了，你们三个还要合起伙来骗我？既然他都听见了，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没错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阿浩的孩子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说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跟他说吗？圆圆说的没错，当初瞒着他是怕他小心眼，心里难受。既然他都不要这个体面了，我们何必惯着他？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大哥去世的仓促，没能给林家留个后，妈就想着让我帮大嫂一把。这种事情也可以帮忙的。谁的种？那不都是一样的？当然不一样，他林浩是我的丈夫。别胡说八道，我只是帮大嫂一个小忙而已。这次的竞标会，他爸能帮我，你能吗？啊！你除了洗衣做饭，你还能干什么呀你？啊！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跪着求我辞职当家庭主妇的。哎呀，文文，都是一家人，干嘛分得那么清楚？别那么小气，阿浩身体好，借我用用怎么了？周圆圆，你真不要脸！叶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有什么闪失，我第一个弄死你！哎呀，起来，好疼啊！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我没事的，文文生我气也是应该的，你们别怪他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跟他说实话。叶文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你再生气也不能对一个孕妇动手啊！我看你这心肠这么歹毒，是想断了我们林家香火啊！呸！真是小门小户出来，上不了台面，连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，难怪你生不出孩子。叶文，给我听好了，这个家里我做主，你这3年吃我的、住我的、用我的，全都是我养着你。你只要老老实实守本分，不要再闹了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，少不了你一口饭吃啊！和以前一样？你是说让我看着我的老公和别的女人生孩子，我还要和以前一样做牛做马，伺候你们一家子，给你们的私生子洗尿布，是吗？你嫁到我们林家就应该伺候公婆，伺候丈夫，伺候全家，这是你应尽的义务，你个拿不出手的东西。阿浩，
我们预定的餐厅时间快到了，我爸都催我了，别跟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。我差点忘了，弗利亚餐厅那位置，一般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我们还是托关系才订到的位置。哎，没错没错，我们赶紧走，让他一个人在家好好反省反省。走。3年了，我忍辱负重，做小伏低，换来的不是真心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贬低和欺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女士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餐厅，当然是吃饭的。你确定？这可是江城最高档的思想餐厅啊，身价没有9位数，连门都进不去。告诉你们经理，我叫叶文。经理，董事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3年，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是谁。哎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找人定的位置，你们说清场就清场啊！到底是什么大人物，有这么大的权势，居然能包下整个餐厅？菜都没上，白白错过10几杯的赔偿，真是晦气！这群势利眼，等我儿子拿下天书专利，整个江城都要看我们的脸色，到时候让他们老板跪下来请我们吃饭。老板好！那是不是叶文啊？他一个晦气的穷酸货，只怕连餐厅的名字都没听过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就是阿浩，你肯定是看花眼了。那个只会干活的黄脸婆，只怕还在家里哭着吃剩饭剩菜。大学时，林浩许诺功成名就，便带我来这弗利亚吃烛光晚宴。我为这句虚言买下整座餐厅，静待兑现那日赠与他。只这3年，他竟从未带我出过一次门。董事长，3年前您隐退时，我们按照您的要求隐藏了叶氏和您的真实身份，现在是否需要重新公开所有信息？这3年就像一场荒唐又可笑的噩梦。公开吧，这场梦也该醒了。你来了。什么？排名前10的企业竟然全都是叶氏的全资子公司？不止江城，叶氏的企业遍布全球，不止几百家，就连海外最强的医药企业都是叶氏控股的。叶氏资本这个名字，时隔3年重新现世，就意味着叶氏那位神秘的掌权人回来了。文文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为了一个男人，放下我为你打下的商业帝国，放弃你最爱的研发事业。对不起，妈，林浩他不喜欢太强势的妻子，他只想和我过平淡的生活。你是新药研发领域100年难遇的天才，为了他放弃你的人生，真的值得吗？妈，在你的暗中帮助下，林浩的天盛集团现在做得越来越好。他说了，会一辈子对我好，不会让我受半分的委屈。你记住，女人这一辈子能靠得住的，从来都不是男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当年我没听我妈的话，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她一定对我失望透顶了。当年老董事长把叶氏托付给我代理的时候，还让我转告您一句，无论您做任何的选择，叶氏集团永远是您最硬的底牌，永远是您的家。对了，这次天书专利的招标是什么时候？5天之后，届时业内所有的知名企业都会派人出席。不过，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
这个项目早就内定给了林浩的天盛集团，要不我吩咐下去，撤销天盛集团的所有资格。不用，通知下去。这次招标会我会亲自到场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没有我的托举，他是怎么坠入万丈深渊的。哎呀，妈，那叶文什么时候回来？那圆圆的衣服都是真丝的，必须得手洗，我这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了。哎呦，这小蹄子夜不归宿，这是跟我们置气呢，简直是翅膀硬了。不过圆圆一会儿要吃酸的，一会儿要吃甜的，哎呀，难伺候死了。上次餐厅的事，他爸很是不高兴，咱们还得让圆圆给咱多美言两句，因为下周那个天书专利，到时候咱们才能有机会拿下。再坚持2天，叶文那小蹄子就是一个没工作、没收入、没娘家的三无女人。过2天她饿肚子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哭着喊着过来求我们的。没错，他回来我非得让他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敢给我甩脸子，我要让他知道这个家到底谁是主人。果然是专业的团队，这气色终于回来了。施董事长，您本来底子就好，这几年只是被琐事给耽误了。而且这些护肤品都是您当年亲自带队研发的专供款，效果自然是挺好的。这几年在林家，别说皮肤护理，我连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都没有。再娇艳的玫瑰，困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，也是会枯萎的。是啊，现在也该让玫瑰重新开花。董事长，您要的离婚协议已经拟好了，但是我们对天盛集团的投资想要全部撤回的话，还需要走3到5天的流程。我知道了，所有与天盛集团合作的项目合同重新倒查，我要追究他们的违约责任。好，我马上通知法务去处理。还有，帮我联系繁星珠宝公司，我要报案。好家伙，今天招标会来的都是行业泰斗啊！你不知道啊，这个招标会背后的控股方是叶氏资本。叶氏资本，传闻中那个财大气粗、一手遮天的叶氏资本。哎，这不是天盛集团的林浩吗？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，也敢来染指叶氏的项目？哎，那2个女的身上带的可全都是繁星珠宝的国际高定款，一套就上千万，林浩怎么会有这种实力啊？难道他是什么隐藏的大人物？走走走！哎，林总，好久不见呀，真是年轻有为。哎呀，这2位就是伯母和林夫人吧？果然气质出众啊！客气。阿浩，谢谢你，今天这套首饰我真的太喜欢了。请问林浩先生在吗？你们什么人？找我干什么？我是繁星珠宝的法律顾问韩泰。今天我们接到客户叶文女士的报案，她名下2套价值3000万的定制珠宝失窃，目前就在这2位女士身上穿戴。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，请你们立即交还珠宝，否则我们将申请警方现场强制措施。妈，都怪你，非要动叶文的嫁妆，现在出事了吗？你怕什么？叶文嫁到我们林家，人都是我们林家的了，她的东西那自然是我们林家的。我拿我们自己家的东西，那怎么能叫偷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叶文是我们林家的媳妇，她的东西自然是我们林家的，是她跟我儿子夫妻共同财产。我想给谁戴，那就给谁戴。我手上有完整的购买证明，可以完全证明这些珠宝是叶文女士婚前个人财产，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请你们立即交还珠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些珠宝怎么可能是那个黄脸婆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连我都买不起的高定珠宝，她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会有？够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这事要闹到公安局，我还怎么拿下我？啊！弄半天这干什么？那拿着珠宝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不就是几件破首饰，
跟谁没见过似的。哼！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全球唯一的定制款珠宝，但凡有一丝损伤，都会产生上百万的赔偿。不过你们各位不用担心，叶文女士特意交代，不需要你们赔偿，毕竟你们也赔不起。说什么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叶女士还说，这些珠宝沾了不该沾的人，脏了，她回头就全部熔了重铸，免得留在手里沾了晦气。董事长，招标会已经正式开始，全场的嘉宾都在等您。我刚下飞机，现在正往会场赶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先候着。3年来，他们逼我洗手做羹汤，困我于方寸厨房，欺我眼盲心瞎，辱我卑微如者。今天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，我叶文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柴米油盐，而是生杀予夺。这个该死的叶文，竟然敢这么打我们林家的脸！等我找到他呀，我非撕烂他的嘴！等我找到他，我也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。妈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刚才我给我爸打电话，他跟我说，这次天书技术的专利已经认定给我们天盛集团了。真的假的？没骗我吧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爸说是叶氏资本的董事长亲自指定的。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叶氏的董事长，他怎么会指定给我们？我知道，一定是因为我的才华得到叶董事长的认可，他想趁机招来我就说我林浩是医药天才。儿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真是我们林家的骄傲。等我得到了天书专利，我天盛集团将会成为江城医药领域的龙头老大。到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叶文那个黄脸婆离婚，然后风风光光的娶圆圆进门，然后再将那个贱人赶出江城，永远都不让他回来。对，到时候他跪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擦鞋，我都嫌他脏。等我嫁进来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林太太。到时候我要让叶文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次天书专利中标的公司是叶氏集团董事长到。叶文，他不是这个人吗？是吧？我真是说了话。我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气场这么强、样貌这么出挑的千金。刚才我听别人喊他是什么董事长。叶文，你还真敢来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医药行业顶级的招标会，是你这种天天在家刷锅洗碗的黄脸婆配踏进来的？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脏了大家的眼！哼，你都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叶文，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！我们林家养了你3年，给你吃给你住，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来要珠宝！我自己的钱买的东西拿回来天经地义，倒是你们拿着我的东西装阔气不脸红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叶文跟换了个人似的，眼神怎么这么吓人？你们别在这丢人现眼，你有什么事儿给我滚回家再说，别在这给我惹事儿，得罪了在场的大人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啊！林总，什么情况？这位不是董事长吗？你认识？各位老板，别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董事长，就是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黄脸婆，连江城的上流圈子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肯定是偷偷混进来的。这个时间点，董事长差不多应该已经到现场了。现在知道他身份的人还不多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是。家庭主妇？不可能吧？就这气场，我只在京城见过。家庭主妇哪有这地位？一个家庭主妇来招标会干啥？打肿脸充胖子，粉会儿露馅儿，有他难看的。叶文，我警告你，这场招标会对我很重要，不是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能掺和的。赶紧给我滚回家去，不然一会儿出了事，我可保不了你。就是。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别给我们家招灾。要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，我们还得跟你受牵连。赶紧滚，别在这阿姨。叶文，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你一个只能靠阿浩养活的家庭主妇，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别在这自取其辱。我丈夫
和守寡的亲大嫂手挽着手在这里秀恩爱，我作为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，凭什么不能来看？什么情况？原来他才是林主的原配了。小叔子跟寡嫂勾肩搭背，看来他们俩真的有一腿。太不要脸了！小叔子跟大嫂搞在一起，真是生活败俗。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疯了吗？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我大哥英年早逝，我大嫂怀了我大哥的遗腹子，身体不便，那我当小叔子的搀扶一下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没错，都是他没用的扫把星，自己生不出孩子就算了，还敢污蔑他大嫂，简直丢我们林家的脸。原来是这样，当大嫂的身体不好，小叔子照顾一下很正常，都是自己家人，不要这么小气嘛。毕竟是女人嘛，谁愿意看自己的老公对别的女人好啊？叶文，你看，大家都是明事，都知道我只替我大哥照顾孤儿寡母，我看你就是在家呆穷，脑子都呆坏了。照顾大嫂。照顾大嫂需要照顾到床上，需要照顾到她肚子里怀上你的种。叶文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不知道吗？看你是诚心想毁了我们林家，你这个毒妇！哦，原来你们也知道这是家产，我还以为你们做的早就不要脸了。林总，您最好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要是您真的做了这种龌龊的事情，就不配待在这儿。没错，要是这么龌龊的事情是真的，我们可不跟这种人合作啊！大家不要听我老婆胡说八道，她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都呆傻了，不要听她在这胡编乱奏。各位老板，都怪我怀着孩子身子弱，这才让阿浩照顾我几天，我就该一辈子不出门，守着我那去世的老公，就不会惹得我们这么嫉妒我，这么污蔑我。哎呀，苏爹呀，我们老林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大儿子年纪轻轻就走了，留下这孤儿寡母可怜兮兮的，小儿子又娶了你这么一个不下蛋、心肠歹毒的毒妇，天天搅得家里鸡犬不宁，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儿媳啊？周小姐也是挺可怜的，丈夫没了，自己还怀着孩子，婆婆帮衬她也属于正常的嘛。我看就是这个叶文嫉妒人家，故意泼脏水了。叶小姐，您刚刚这么说是有什么证据吗？要是没有证据，你这就是恶意污蔑陷害，在这种场合污蔑人太没品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今天敢站在这儿，就不怕把你们的顶铺都扒下来。这里面装的是周媛媛肚子里的孽种和你林浩的亲子鉴定报告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还要感谢我的好老公啊，他怕自己喜当爹，偷偷的背着你去做了亲子鉴定报告，没想到还真如了他的愿，确实是他的种。你少在这跟我装模作样，我去的都是江城最顶级的安宁私人医院，安保级别拉满，你一个没权没势的家庭主妇，不可能拿到别人的绝密报告。忘了告诉你，1个小时之前我已经全资收购了安宁医院，现在我是这家医院唯一的老板，拿一份我老公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易如反掌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就打开看看。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！这报告是伪造的，都是假的！什么狗屁证据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你就是疯了！为了污蔑我们，什么谎话都敢编呀！不会吧？这检测报告真的是假的？叶文，你不会以为找人喊了你2声董事长，就真成了叶氏集团的掌权人？叶董事长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给人当了3年的免费保姆？天天被人呼来喝去。叶文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今天闹也闹够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这3年要不是我养着你，你能住上大别墅，能开上豪车，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。儿子可是堂堂公司总裁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在家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的黄脸婆。我家养你3年，没把你赶出去就不错了，你还敢在这反咬一口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各位都知道，我林浩能有今天，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现在有10家顶尖公司都抢着给我投资，这就是市场对我的认可。没错，这10家投资公司已经被证实都是叶氏资本旗下的全资子公司。说白了，阿浩就是得到了叶氏资本的亲自扶持，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叶氏旗下10家公司居然都是投资人，那就说明林浩是抱紧了叶氏大腿啊！叶氏投资的眼光多毒啊！能看得上林总，就说明林总身上肯定是有点真本事的。
林总能这么有底气，那就是叶氏给撑的腰。还真是好笑。我在背后默默给你投了8年的钱，让你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结果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商业天才了。执行计划。演够了没有？就你手机的通讯录里，除了外卖员就是菜市场老板，你们当个谁呀？装得跟个大人物似的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他就是看在这待不下去了，打电话叫车，赶紧滚蛋了！好啊，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个我养了3年的废物，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？喂？什么？妈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好，谁的电话？到底怎么了？公司最大的投资方说撤资，并且不合作。什么？撤资？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撤资？以前就算你项目赔了钱，他们眼都不眨的追加投资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啊？是你，刚才那个电话是你让他撤资的。我的天啊，真的是他做的！刚才我还以为他在吹牛皮呢。一句话就让叶氏撤资了，这得是什么人物？怎么？刚刚你不还说我虚张声势演大人物吗？现在怎么又信了？你们别信他，这小蹄子就是走了狗屎运赶上了。他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叫叶氏撤资？鬼才信呢！慌什么？不就是一家公司撤资吗？有可能是技术性调整，很快就能恢复。没错，没了这一家，阿浩背后还有9家叶氏旗下的投资商，根本上不了根本。现在已经被叶子看中了公司，等我拿下天书专利，全江城的人都会排着队来给我投资，今天所有失去，我加倍的拿回来。林浩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只是开始啊？3、2、1。喂。怎么会这样？剩下的9家公司全部撤资，几百封的律师函要追究我的违法责任。我的天，10家公司全撤资，还有上百封律师函，这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啊！这是有多大的能力？一句话直接切断他所有后路。这叶文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天哪，造孽呀！完了，我们林家全完了。10家公司同时撤资，几百份律师函，这只有叶氏总部才能做到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权限？都是你，全是你做的，到底耍了什么阴招啊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把之前给你的东西一件一件全部收回来罢了。毕竟我养了3年的狗，反口咬我一下，我总要把骨头拿回来，对吧？这也太恐怖了！能同时让叶氏旗下10家公司同时撤资，这是什么级别的权限？难道他就是那个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叶氏集团的神秘董事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叶氏集团是全球医药巨头，叶董事长是什么身份？能甘心给人家当3年老妈子？以前是我傻，放着叶氏资本掌权人的身份不要，心甘情愿为你洗手做羹汤，结果换来的是你出轨寡死，是你妈天天的刁难与屈辱。是你们所有人觉得我离开你们林家活不下去。圆圆，他要不是叶董，他怎么能让那些投资商撤资啊？很简单，他就是利用和阿浩的夫妻关系，跑到投资商那儿，故意诋毁造谣重伤阿浩，才让投资商们误会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也就是他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才能做得出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毒妇一定是用了这种下三滥手段来害我。有道理，异性夫妻在背后搞点小破坏，确实有可能。那还能真的是叶氏？那也太离谱了！我还有证据，我爸是汇成医药的业务经理，他亲口跟我说，这次的天书核心专利已经内定给了阿浩的天盛集团。如果叶氏真的要针对阿浩，怎么会把这么核心的专利给他？对，我差点忘了，天书专利是叶氏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已经内定给我，只要拿到这个专利，我随时能东山再起。你们怎么这么确定这天书的专利就是你们天盛集团的？叶文，天书专利这种级别的项目，决策层都是叶氏总部的核心人物，以你的身份，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，你再怎么折腾，
也改变不了结果。别磨磨蹭蹭的了，现在就宣布最终中标结果，我要让这个女人彻底知道，她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是多么幼稚可笑。好吧，我宣布天书专利的中标公司为永川科技。怎么可能？好，中了，我们中了！天书专利以后就是我们永川科技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不对，绝对不对！我爸亲口跟我说的，内定给天盛集团，怎么会变成永川科技？也是哪里搞错了？你真的是永川科技，不是天盛！笑死我了！刚才还一口一个内定，那成的跟真的似的，结果边儿都没沾上。就是啊，有些人写中标想疯了吧，还在那自导自演，真是丢死人！刚才还说人家叶文没资格，结果自己连中标资格都没有，真笑死人了。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我爸可是汇成医药的企业经理，跟叶氏高管直接对接的，他的消息不可能有错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叶文，你收买了主持人，偷偷换掉了中标结果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为了害我，竟敢动叶氏的项目！又是你！你为了毁了阿浩，既然连违法的事都敢做，你就不怕叶氏追究起来，让你牢里坐穿吗？这次招标会可是叶氏亲自主办，谁敢偷偷的换结果，那可是找死啊！就是，那要是得罪了叶氏，在京城还咋混呢？还有这个胆子吗？叶文，我劝你赶紧收手，把结果改回来。得罪了叶氏，别说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就算是我，也保不了你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下跪求我都没用。你们一口一个我弄虚作假，倒是拿出证据，空口白牙就敢污蔑我，怎么林家人就只会耍嘴皮子吗？我们当然有证据。各位老板，这个项目内定给天盛集团，是我爸亲耳听叶氏资本的高级顾问沈峰先生说的。他说的话，难道还要假吗？还要多久？大概10分钟。再开快点，但愿董事长那边别出什么乱子。沈峰，就是那个替叶董打理所有资产的沈顾问。我的天哪，那可是叶董的代言人呐！这些年叶董隐退了，整个叶氏都是他在掌控，他的话那就是叶董的话。既然天盛集团是内定的中标方，那现在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叶文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沈顾问说的话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我看你是收买了主持人，偷偷篡改了结果。我只能说，可惜你爸的职位太低了，费尽心思偷听来的不过是我早就作废的预案罢了。真正的决策，他还没有资格接触到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作废的信息啊？通知人事部，周海生泄露公司核心机密，立即开除，全行业永久拉黑，并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。你又在装腔作势，给谁打电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想开除我爸就开除我爸。圆圆，你不用怕，你爸是汇成医药的老员工，人脉广得很。别说他一个家庭主妇，就算汇成医药的总裁，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！就是，我爸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20年，认识无数叶氏高层，整个江城都要给我爸几分薄面，就凭你想开除我爸，白日做梦！别胡思乱想了，说不定是周总得知这边的情况，打电话给你撑腰呢。接。你这个蠢货，你到底在外面得罪了哪个通天的大人物？怎么了，爸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我刚被公司直接开除了，总部亲自下的命令，说我越级窃听泄露公司的机密，不仅开除，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。什么？开除了？我的天哪！你这个是为什么把这边给开除了，还全行业封杀？也太恐怖了吧！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下命令的是叶氏总部，整个叶氏的管理层，没一个人敢帮我说一句话。我不仅被开除，还被整个医药行业永久封杀了。我这辈子全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了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爸，对不起。别叫我爸，以后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别再让我见到你，你这个丧门星！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跟你爸做的那些事都是罪应的。叶文，圆圆他爸是大哥的岳父，是我的长辈，竟然这么狠心，毁了他一辈子。就你这样心肠歹毒的女人，以后还想回我们林家，门都没有。你放心，就你们那个藏污纳垢、狗眼看人低的林家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踏进去半步。说什么？哼，林浩，你听好，我叶文要和你离婚。
离婚？你没发烧吧？跟我离婚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跟我儿子结婚3年，都成了没人要的二手货。离了婚，你看还有哪个男人要你啊？离了我儿子，你连饭都吃不上，只能去大街上要饭去。我能不能找到男人，就不劳你们费心。林浩，你只要在协议上签字，从今以后，你爱跟谁生孩子，爱跟谁鬼混，跟我叶文没半毛钱关系。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我都说了多少次，我只是帮我大嫂一点小忙而已，根本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我看你就是极度诚信，无理取闹。够了，这一件事已经够我恶心一辈子。再说咱们离婚，不正是你妈期望的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血口喷人！别装了，当初周圆圆住进我们家，不是天天变着花样的刁难我、羞辱我，不就是想让我提出离婚，好跟你的宝贝儿媳腾位置？我没有，你少胡说！你不过是图周家的钱，图周圆圆药品开发总监的身份。你大儿子死了，你怕与周家断了联系，就让你小儿子接手他大哥的老婆，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，龌龊至极。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看你这是自己爱慕虚荣，见不得圆圆比你优秀。你要离婚也行，我们林家的钱你一分也别想带走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全都是我儿子的，你净身出户。叶文，你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你早就跟社会脱钩了。你离开我根本活不了。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你们林家这点破烂资产，我一分都不会要。毕竟我不是开废品回收站的，垃圾我不稀罕。没有我3年来的资金托举和资源铺路，天盛集团不过就是一个一碰就碎的空架子。阿浩，他能这么害你，不就是仗着跟你的夫妻关系？只要你跟他离了婚，他就再也没有资格插手你的事，再也不能拿捏你。赶紧填字。哦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？哼，好，既然你这么狠心，不顾我们3年的夫妻情分，非要离婚，那我答应你。再看看离了我，你怎么活？哼！你个蠢货，你上当了！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你以为我没听见吗？周叔叔被开除的理由是泄密，那就说明沈顾问确实说过这个专利内定给了我。你就算现在改了钱，等沈顾问过来，也会再改回天盛集团。没错，沈顾问马上就到，他的话没人敢不听。到时候专利还是阿浩的，你今天做的所有事都会成为笑话。叶文，你费尽心思买通主持人，演了这么一出戏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等沈顾问来了，马上会戳穿你的把戏，到时候你不但要给我们道歉，还要被抓去坐牢。等我拿到了天书专利，我马上就飞黄腾达，成为江城的顶流豪门。你到时候就等着后悔吧。这叶文也太冲动了。等到林总拿到项目之后再离婚，后半辈子的吃喝都不用愁了。到底是女人呐，沉不住气，成不了大事。也是，要是等到沈顾问来，他今天做的一切都白搭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做这些不切实际的美梦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们的美梦碎了，会是什么嘴脸。你少在这嘴硬！今天你害我没了投资商，等会我拿到天书专利，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林浩什么后果。阿浩，等会沈顾问来了，你一定替我爸爸求求情，让他重新回到公司。你放心吧，沈顾问是叶董左膀右臂，而我是叶董亲自看中的。别说让周叔叔回公司，就算让他升个总裁当的，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惜啊，你们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等会儿就哭得有多惨。赶紧给沈顾问打电话，问他还有多久到，我要让这个女人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到了。沈顾问，你来的正好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的前妻不懂事，贸然闯进会场搅了局，我这就叫保安把她赶出去，绝对不会脏了您的眼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她赶走？沈顾问，您放心啊，我刚才已经跟她离婚了，她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您完全不用顾及我的面子了。你的面子啊？你也配给我谈面子？哎呀，您就不用跟我低调了。我知道这次的天书专利呢，您早就内定给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会辜负叶董和您的期望。一开始这个项目的优先合作方确实是你，不过就在前几天，董事长亲自下了指令，已经改了几个。刚才主持人没有宣布吗？是什么？好好的怎么改了呢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们是一家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得罪了你们这一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大人物。
我到底得罪了谁呀？哪位大人物啊？你们得罪的就是当今叶氏资本的掌门人，我们的董事长叶文女士。是吧？董事长是他吗？我的天，他真的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！我早就说过了，就这气场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？难怪他一句话能让10家公司撤资，他一句话开除周海生，人家是叶氏的老板啊！你说叶文是叶董事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叶董？他给我当了3年的佣人，每天被我呼来喝去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叶董事长？我不信！根据董事长的最新指示，即日起，叶氏资本全球的所有业务、所有项目，与天盛集团林浩先生本人永久终止合作，永不往来。我们公司也宣布和天盛公司永久终止合作，永不往来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再宣布一次，天书专利的中标公司为永川科技。本次招标会到此结束，各位可以请回了。叶文，董事长，您确定就这么简单放过林家人吗？急什么？他们的放才刚刚开始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投资商跑了，天书专利没了，天盛彻底完了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你个废物！都是因为你，大是汇成医药的经理，连叶文是董事长都查不出来。这也能怪我？你做了他3年老公，却对他一无所知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废物，你也配跟我比？你个怎么行？平时指使叶文干活就罢了，非得嘴贱把孩子的事戳破。要不是你，我儿子就成了豪门女婿了。就是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就是叶氏董事长的男人。整个江城谁不捧着我？是你毁了我所有的前程。合着现在还够都让我一个人背是吧？叶文在你们家当了3年的保姆，你们连他会说意大利语都不知道，连他身家多少都没摸清楚，你们才是最蠢的！闭嘴！我就是要说，你们就是全江城最大的笑话。放着的豪门不要，非要把金凤凰当野鸡踩，现在天塌了，活该！妈，你怎么了？调拨一些钱，再建3个高标准实验室，最新的科研技术，我们必须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。好的，叶董。董事长，华夏大学的陈校长来了。陈校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小文呐，这次你可得帮帮我。陈校长，华夏大学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，什么事让您这么着急啊？实不相瞒，国内医疗行业这些年一直被国外技术掐脖子，迟迟没有突破性成果。我一直有关注，所以叶氏成立了专项基金会，全面支持国家的科研工作。科研最缺的永远不是钱，是能扛事的顶尖人才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人才培养的事。您请讲。你是咱们学校医学院这么多年以来天分最高的学生，当年你结婚隐退，是国内医学界的一大损失。陈校长，您太抬举我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当年为英国皇家医学院解决了世纪难题，被授予荣誉教授的克莱尔教授，是你吧？没错，克莱尔是我的英文名字。前几年回归家庭以后，基本就没有再露过面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你人虽然隐退了，但你留下的专利和论文影响了整整一代科研人呐。克莱尔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国内医学界的一座高山。您太捧我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。还是你最了解我。我这次想邀请你参加医学院校友会，到时候会有不少专攻基因药物的校友，想得到你的点拨。没问题啊，大家都是校友，能够为国内的医疗领域添把手是应该的。如果能在当中遇到沉下心来做科研的人，让我亲自带课题，也无碍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就恭贺你大驾了。公司没了资金，所有项目都停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公司就要破产了。我们现在还能指望谁？喂，啥？
克莱尔教授。好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么高兴？消失已久的克莱尔教授终于重现江湖了。就是那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荣誉教授，基因药物领域的泰斗克莱尔教授。没错，就是那个百年难遇的科研天才克莱尔教授。现在国内很多公司全靠他的学术成果吃饭。他不是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吗？教授的行踪那是国家机密，岂能是普通人知道的？但这次我有机会跟教授见面，我的公司有救了。这公司跟剑教授有什么关系？这你就不明白。我们公司好几个核心专利都是克莱尔教授独家授权的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克莱尔教授非常的看好我。什么？克莱尔教授的独家授权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这是公司的最高机密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哦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叶文死乞白赖的非要嫁给，就是图我手里有教授的授权呢。她一个女人虽然有点钱，在科研圈也得仰仗教授，说白了就是看中我的资源。我明白了。如果这次跟教授攀上关系，不光可以拿到新技术，还可以通过教授的人脉拿到新的投资。没错，他叶氏资本在，在教授这种国宝级人才面前也得弯腰低头。这回一定要在叶文面前把丢的脸全部挣回来。对了，去参加校友会的时候，记得把 K3 血清的完整配方带上。什么？董事长，这个配方可是最高机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专门申请了全球唯一一份复印件，就当是给这些专心做科研的人准备的见面礼吧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浩哥，林浩，浩哥，张帆，周凯，听说你现在都开公司当老板了，以后我们得叫你林总了呀。哎呀，不值一提。这位就是老板娘吧？真有气质啊！你傻。哎呀，谢谢大家夸奖，我可比不上在座的各位老师。就是，听说你们一毕业就扎进了那学术圈，还做出了不少成绩出来。别提了，我俩就是靠老本混日子。怎么说？浩哥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呀现在遇到大麻烦了。现在国外联合起来欺负我们，基因药物的技术全都不给我们看，多少年没出成绩了，我这头发都掉了不少。这确实是麻烦，不过也有可能是个机会。李浩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们想啊，这克莱尔教授可是这个领域的天花板，如果我们能得到教授的指点，甚至拿到他的新成，那你们在这个领域不就是领头羊了吗？而我就靠着这个包揽整个国内市场，赚大钱。对呀，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行业连竞争对手都没有，所有奖项都是我们的。说的对啊，还得是你呀，林浩，不愧是老板，你脑子就是转得快。你们还真别说，我听陈校长透露啊，今天教授会带来他新研发的 K3 血清配方。K3 血清，这种血清啊，会在我们大脑里修一条高速，能把那些基因药物快速的运进去，像治疗帕金森啊、渐冻症啊都有奇效。说白了，就是以后所有的基因药物必须得靠那个血清才能起奇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要拿到这个项目，那这辈子就花不完的钱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这个配方我必须要拿到。你怎么？叶焚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大家看看谁来了？这不是咱们班当年的大校花，现在的大董事长吗？你说话放尊重点，人家可是董事长，咱们这种普通人可高攀不起。董事长了不起啊！我最瞧不上那些满身铜臭的资本家，除了钱一无是处。我们是搞科研的，练的是真本事，不是某些人兜里的臭钱。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这么多老熟人。得了吧你，老熟人！你大学的时候天天躲在实验室，从来不参加班级活动，装什么清高？
人家可是有钱人，跟咱们不是一个阶层，当然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。没错，浩哥都跟我们说了，你不就是嫌他当初没钱，傍上个大款，然后转头把前夫的公司往死里搞？你这心也太黑了吧！对丈夫都这么绝情，谁还敢跟你打交道？怕不是哪天就要被你害得倾家荡产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果然这些有钱人啊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林浩，我倒不知道你颠倒黑白的能力要比你搞科研的本事强了这么多。行了，少废话。我们今天是来跟克莱尔教授探讨学术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也是来探讨学术的。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我没听错吧？叶文，就你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，你也配来跟我们谈论学术？你别侮辱学术这2个字儿！你拿着我当年随手甩的边角料专利混到现在，都敢在这里谈学术，我凭什么不配？你毕业这么多年，我就没听过你叶文有什么成绩。当了几年家庭主妇，怕不是连试管都不会拿了吧？女人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人家老妈傍上个大老板，自己一出生就是个千金大小姐，用得着费那个劲？就是当了3年老妈子，天天围着灶台老公转，还在这跟我们谈学术，太恶心人了吧！周卡，你那个课题卡了整整4年都没有进展，核心内容还是抄的我的。你怎么好意思在我面前谈学术成果？周圆圆，你毕业这么多年，只发了3篇论文，其中2篇是你前男友给你写的，还有1篇是林浩花钱给你买的。没有男人，你连毕业都困难，怎么好意思说别人靠男人？闭嘴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还有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下，叶氏集团是我母亲一手创办，可不是傍上什么有钱人。你说的谁信啊？张帆，你托了3层关系才进的实验室，半年没有成果，马上就要被优化的，你还有空在这帮别人起哄？搞了半天，这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学术大神，就这样还瞧不起别人，不知道哪来的底气。就是，我不是来刺激你们的，我是来提醒你们，我们现在正被老外卡着脖子，你们有这个时间拉帮结派，不如多放点精力放在正事上。你少在这装清高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吗？不就想来攀附克莱尔教授，然后多谈几合作？没错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校友会的资源吗？就是，今天是学术探讨会，不是你们有钱人的应酬。我可听说了，克莱尔教授对学术要求极高，最讨厌你们这种不懂装懂的外行人。你最好赶紧滚！行了，别管他。哎，对了，林浩，你刚才说你们公司有好几个教授的独家授权专利，这是真的吗？如假包换呢！差点忘了，当年为了帮他，确实给过他几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授权，回头该让沈峰全部终止了。咱们这交情，待会儿教授来了，可得帮我们多说2句话呀！还得是您，林总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跟克莱尔教授那关系可是不一般的。我要是说一句话，他一定听。好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和你有这么深的交情？叶文，我说的可是克莱尔教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我就是克莱尔。什么？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克莱尔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一个给我洗了3年衣服、做了3年饭的家庭主妇，你敢冒充国宝级的克莱尔教授？你是不是想出名想疯了你？叶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为了在我们面前装面子，连这种谎话都敢编？教授是什么级别的人物？你敢碰瓷？同为女人，我都替你害臊。你就别在这哗众取宠了，得罪了教授，整个江城都没你立足的地方。教授可是国宝级人才，你敢冒充他？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叶氏的股票都得跌停。叶文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你现在把这活干了，然后再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当你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，不然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我看这个可以，这个好，
就得给他个教训。敢得罪教授，喝这壶酒都是轻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就是克莱尔，你手中那些赖以生存的专利都是我当年随手写的。我劝你不要乱来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克莱尔教授是皇家英国医学院授予教授，你说你是教授，你去过英国吗？就是，毕业之后你天天黏着林浩，他去哪儿你去哪儿，哪有机会出国？后来当了那么多年家庭主妇，别说英国，怕是连家门都没出过几次吧。好啊，不想喝酒是吧？我再给你次机会。你说你是教授是吧？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这道题的答案给我写出来。叶文，之前你让我丢的脸，今天我要让你加倍还回来。天哪，这题也太难了吧！就是啊，看着都无从下笔。怎么样？有本事就把答案写出来啊！原来是我当年出的入门题，为了刁难我，他们还真是费了心思。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连题目都看不懂啊？哼，也是，当了3年的家庭主妇，这些公式对你来说跟天书没区别吧？大家都是同学，要不是你装的太过分，我们也不想为难你啊。咱们叶董可是只会谈生意的资本家，哪会这些？要出也得出个1+1等于几才配得上咱们董事长的水平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世纪难题，就这，你们拿我当年出的入门题来考我，也太没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别装了，有本事把答案写出来啊！装的和真的一样，你混了鬼呢你！要是叶文，你就别在这自取其辱了。就是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丢的可是咱们班的脸。怎么感觉他的自信也不像是装的？难道他真会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写出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写出来了！这不可能！难道他真的会写？浩哥，你不是说他当了几年家庭主妇吗？是真是假呀？这，哎呀，当然是真的。这些怎么解释啊？对了，这个是克莱尔教授书上的原理题，他肯定是提前背了答案，临时抱佛脚啊！不对吧？他怎么知道今天出什么题啊？他难道把答案都给背下来了？但是他写的这么流畅，不像是背的答案啊。错了，他写错了。错了，他写错了。啊，叶文，你差点把我们都骗了，这跟标准答案根本就不一样。没错，叶文写的比标准答案多了一大堆，怕不是被答案都背混了吧？叶文，你是不是背题背太多了，给记串了呀？原来他真是临时抱佛脚背的题呀，我还当真了，背答案都能背错，太可笑了。谁说我的答案是错的？你别嘴硬，你写的答案跟书上的根本就不一样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所谓的标准答案，是我当年写的时候特意留的优化空间？闭嘴！你敢质疑克莱尔教授？你今天是不是疯了？竟然敢3番5次的挑衅教授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还敢说教授的答案有问题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可不就是喝一壶就能解决的事儿了？书中的答案是经典的 COX 模型，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只能处理固定协变量，没有办法处理免疫治疗中常见的后续治疗、交叉给药等11协变量。当 pH 值设定不成立的时候，这个模型的统计变量就会下降40%，这也是国内大量免疫治疗临床试验失败的核心原因。当年我写下了这个答案的时候，就知道它不够严谨，而我新写的这个模型可以完美的规避掉所有的风险，还能给统计效率提升至60%以上。他说的好像有道理。
这不可能！既然是教授没有公开的资料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我就是克莱尔。说是就是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没错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身份？这份 K3 血清的完整配方，全球仅此一份复印件。如果不是研发者，其他人根本拿不到。能够证明我的身份了吗？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，那可是国家机密，你怎么可能有配方？因为 K3 血清是我主导研发的，我有配方，难道不正常吗？浩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叶文真的是克莱尔教授？你们都急什么？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个配方是真的。周凯，过来检查，看这个配方到底是真的假的。好。这个配方涉及到10几项前沿技术，以周凯的水平，怕是连看都看不懂。这里面的技术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，我根本看不懂真假。怎么样，看清楚没有？不对，我才是研究这个领域最久的专家。她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比我厉害？她只是个有钱的女人，这绝对不合理。这配方是假的。什么？果然，我就知道它是假的。如果这是真配方，你早就拿来赚得盆满钵满，还能拿到这里来啊？有病吧？害我白开心无常。哼，这种假配方留着只会害人。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它销毁。不行，不行！林浩，放下配方。按照保密协议，这是全球唯一一份复印件。你要是毁了，你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到现在你还在意，我真佩服你的心理素质。反正都是假的，撕了就撕了，免得你拿这张破纸出去到处招摇撞骗。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是我要送给陈校长用于国内科研攻关的资料。你们要是把它毁，这个后果自己承担。吓唬谁呢？一张破纸而已，还保密条例？我看你是戏演多了，走不出来了吧？还说我们承担后果？你冒充教授伪造机密资料，你才应该承担后果。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你们现在所有的专利技术都是我的成果。如果你们还执迷不悟，我会立刻停掉给你们所有的技术支持。够了，叶文，你在叶氏嚣张就够了。这里都是国内的学术精英，你有什么资格收回我们的技术支持？我怎么就不知道？我什么时候受过你叶董事长的支持？他怕是做梦还没醒呢吧？虽然你叶氏财大气粗，但你冒充教授、伪造资料，这些都是原则性问题。一旦传出去，我保证你叶氏的股价跌穿谷底。没错，医疗行业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今天之后，你们叶氏集团的名声就要被你彻底搞臭了。这是何必呢？为了争一口气，自毁基业也是太蠢了吧？没办法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大家都看好了，今天我就要为学术界清除败类，先行动！一个伪造的破配方还当宝贝，我看你就是疯了！怎么了？心虚了，装不下去了？刚刚还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克莱尔教授，现在怎么不继续装了？那是因为我聪明，一眼就把你拆穿了。毕竟我们都是搞学术的，最擅长就是辨别真假。这群靠着我的成果混饭吃的人，撕了我的研发资料，还在这沾沾自喜。我见过蠢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蠢的。还敢嘴硬！刚才让你喝酒赔罪你不喝，看来我得帮帮你了呀！干得漂亮，终于让他吃点苦。一会儿等教授来了，才不至于迁怒我们。你们干什么？陈校长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要打人吗？陈校长，你误会了。这个叶文仗着自己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在这里冒充克莱尔教授，我正准备把他轰出去呢。没错，他竟然敢碰瓷我们行业的泰斗克莱尔教授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对对，我也能证明叶文确实冒充了教授。我也可以作证。他不是听见了吗？陈校长都说了，他不是克莱尔教授。叶文，这回你完了。我承认你是有钱，但是陈校长可是华夏大学的校长，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陈校长那是德高望重，只要他一句话，以后没有一个科研人员会跟你们叶氏合作，叶氏就等着倒闭吧。哎呀，快看，你都把陈校长气成什么样了？陈校长，
别生气，我们帮您好好教训一下叶文。待会儿克莱尔教授来了，您可得替我们美言几句啊。没错，我们可都是为了帮教授出气，您可得帮我们跟教授多要一些学术成果。叶文，这下彻底完了，叶氏资本要跟你一起玩，亲眼看着你家破神亡。陈校长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一群蠢货！难道不知道传说中的克莱尔教授就是叶文？什么？这绝对不可能啊！陈校长，你一定是被叶文骗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克莱尔教授啊？就是，我也不相信，他明明就是一个靠男人养活的花瓶，怎么可能是教授？怎么，你们是质疑我，还是质疑华夏大学？这是华夏大学特聘克莱尔教授为医学院首席教授的聘书，你们自己看，上面的名字是谁？克莱尔教授，中文名叶文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是克莱尔教授？怎么，现在你们还在质疑我的身份？完了，我们得罪了教授，这下真的完了。文浩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把我们都害惨了！我也不知道啊。叶文，哦不，教授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得罪你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被林浩给骗了。你们这些墙头草，你们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叶文，你不是说今天要把 K3血清的配方拿过来跟大家共享吗？配方呢？配方就在那里。这谁干的？这是林浩，是他做的。他骗我们说这是伪造的配方。没错，就是林浩。他说要为学术界清除败类。走开，你个王八蛋！刚刚是你说配方是假的。林浩，又是你！林浩，你私自损毁国家重要科研资料，我代表华夏大学追究你的全部法律责任，并且我会动用所有行业人脉，让你在医药行业永无立足之地。陈校长，不要啊！这样我还怎么在这行待啊？还有你们两个，取消你们在华夏大学的所有荣誉，学校永远不会再为你们提供任何资源和支持。校长，我们错了，不要！叶文，这顿饭我也没心思吃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陈校长，刚好我要跟您商量一下明天记者采访的事情。走。陈校长，陈校长，打死你了！别再让我们看见你，我们走。该死，叶文，已经害我没了投资，连我的资源和人脉也全毁了。我的配方，本来我拿到配方就能东山再起的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打什么打？催命吧！有话快说。林总，刚才我们接到通知，所有合作公司都收回了给我们的技术授权，没有授权，项目继续进行是违法的，怎么办啊？少废话，我不管，全部给我推进，继续推进。可是继续用这些专利涉嫌侵权，公司法人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法人？完了，叶文，是你逼我的，这回我要让你给我赔葬。阿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想起来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为了示好，公司的法人我写的是叶文，没想到现在竟成了我的退路。叶文，你对我不仁，就不要怪我对你不义。来，吩咐下去，不管有没有授权，所有项目继续推进，全部给我用上，出了事由我担着。我真是个大聪明，我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任何事，反正出了事儿，坐牢的是叶文这个法人。等他进去了，他爹妈早死了，叶氏所有的资产不全都是我的吗？你真是太聪明了！等叶文进去了，我们就可以拿着叶氏集团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走，现在就去找叶文，知道得罪我的后果有多惨。叶董、陈校长，你们好，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李雪，今天由我代表电视台，在叶董您的见证下，接受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古董。
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让我来见证。应该是我们感谢您，这次为了罕见病的孩子，您不仅通过夜市捐了10个亿，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带动这么多爱心人士捐赠珍贵古董，真是很难得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小文是华夏大学的骄傲。我只是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罢了，只是我个人能力有限，希望尽绵薄之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慈善，关注这些患病的孩子们。让开！他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做慈善，给自己赎罪的吧？啊，不可能！林家人自私自利的脾性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作为公司法人捐了几笔慈善款，我那个婆婆秦芳指着我的鼻子骂了整整3天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后来她甚至瞒着我，拿着林浩的身份证，把公司法人改成了林浩自己。那个小公司我也没放在眼里，也懒得戳破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林浩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至于你想要的专利和资金，想都别想。谁跟你说我们是为这些来的？是李记者特地邀请我来的。什么？原来你们认识啊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林先生说他愿意代表天盛集团跟我们电视台进行合作，今天就得过来签约。没错，我们连公章都带来了。我们阿浩平时最热心于做慈善了，今天特意找我过来给他搭把手。天盛集团如今自身都难保，林浩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？林浩，你今天到底来干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是来谈合作的。怎么，你想当着电台记者的面把我轰出去，你不怕难堪吗？林浩，我警告你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患病的孩子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。叶文啊，你为什么老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？人是会改变的，我不说了吗？我今天是特地来参加这个慈善晚宴的。就是文文，阿浩是真心知道错了，你们夫妻一场，话别说的那么绝嘛。小文，采访要开始了，过去吧。好，来了。叶文，今天看我怎么毁了你，整不死你！阿浩，别跟他废话，待会儿事情闹大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今天我就让他知道，得罪我们会是什么下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江城电视台，我是记者李雪。今天我们在叶氏集团董事长和华夏大学校长的见证下，接受一批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古董。这位是叶氏集团董事长叶文女士，这位是华夏大学校长陈润年先生。大家好。今天的这些古董，我们后续都会进行慈善拍卖，所有的善款将全部用于救助患有罕见病的儿童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些孩子，多给他们一点希望。没错，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是国家的希望。真虚伪。就是，要是真这么有爱心，当初怎么不对我们好点？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。我第一件要介绍的古董是一件清代官窑的粉彩花瓶。这种小事儿怎么能麻烦陈校长？我来就行了。就是啊，陈校长，这种粗活让阿浩干就行。他今天来就是来出力的。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他会有这么好心？李浩，你是故意的！李浩，你是故意的！文文，怎么能这么说阿浩呢？阿浩也是好心帮你忙手滑而已，你怎么张口就冤枉人？什么情况？花瓶怎么摔了？先停一下，突发状况。林浩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来没安什么好心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是那花瓶太滑，我没拿住打滑了而已。再是你自己没接住，怎么反倒怪我呢？
就是呀，文文，阿浩也是好心帮忙，就算是没拿稳，你也不该这么说他。我们阿浩心里也不好受。林浩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清代官窑的花瓶，价值300多万？300万啊！我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，你故意毁坏花瓶，就是想阻挠今天的慈善活动吧？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都说了我是来帮忙的，你这样说，你会让我伤心的。李记者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一场意外。现在文文情绪这么激动，说话有点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叶董，我觉得林先生说的有可能是真的，毕竟这花瓶这么滑，失手摔了也正常。李记者，你知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？他林浩不可能对慈善活动感兴趣，他就是来搞破坏的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就把他赶出去。哎，别，叶董，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慈善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打击林先生的热情，可能这当中真的有误会呢。不是误会，他故意毁坏花瓶，给孩子们的善款就会少300万。林先生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不就是300万吗？这笔钱我天盛集团给了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点担当我还是有的。没错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我们阿浩赔得起，绝对不会让孩子的善款少1分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就300万吗？既然我有责任，那就全部都记到天盛集团的账上。叶董，看来你们真的是误会林先生了，他根本就不像您说的那样，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责任心，很有担当的。什么？你说他有责任心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林浩，你别只是说的好听，就天盛集团现在的情况，你拿什么赔偿300万？这就不需要你操心，我都已经在赔偿单上盖了章。今天所有造成的损失都由我天盛集团来负责。文文，你也太小看我们阿浩了，不就是300万吗？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赔得起。倒是你，别把人想得太坏。林浩什么时候这么有担当了？天盛的账早就空了，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这么下去，他这个公司法人可是会有大麻烦的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叶董，我们就继续录制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刚才那段我们重新来一遍。好的，那叶董，我们接下来要展示哪一件古董呢？是明代著名画家陆雪伯的一幅山水画。那幅画呢是陆雪伯。哎，林先生，这里可是古董展览室，全部都是珍贵的文物，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抽烟？我抽根烟怎么了？李记者，你也别大惊小怪了。我们阿浩刚赔了300万，现在心里也不好受，抽根烟怎么了？又没碍着你什么事。林浩，你少在这里耍无赖，我就知道你迟早装不下去。现在装都不装了。我耍无赖？我帮你做慈善，花了300万，我抽根烟怎么了？啊！搞笑！林浩，你怎么心疼了？林先生，你在干嘛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的。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的。这是明代的卷本山水，价值420万。林浩，你不就400多万吗？都算在我账上，一起赔。没错，记我们账上，我们赔得起。你们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林先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就是啊，我这个手不听我使唤，拿不稳东西啊！你看，手又滑了。哎呀，阿浩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总是手滑。不过没事，反正我们也赔得起。康熙青花碗一对，180万，累计900万。叶文，怎么了？脸都白了，心疼吗？我有什么心疼的？反正有人赔。你继续。别停了。什么？
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阿浩，我看他就是死要面子装镇定，待会儿账算下来，有他哭的时候。西周青铜爵杯260万，宋版古籍一套350万，累计1510万。林先生，你这是故意毁坏文物，我们都录下来了。录呗，反正所有的东西都由我天盛集团赔偿。倒是他业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你公司要是赔不起的话，你到时要坐几年的牢哦。你都不急，我就更不急。我看看你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砸得好，砸得很屌，我看他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和田玉整料摆件一套880万，累计2390万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还可以停手，不然等这些账全都算下来，你后半辈子就要在牢里坐了。就是啊，文文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们阿浩说几句软话，没准阿浩心一软就停手呢，不然待会儿连牢饭都没得你吃。我为什么要求你？要砸的是他，要赔的也是他，有什么好急的？继续说，我先明告诉你，天盛集团它就是个空壳子，根本没有钱赔。到时候法院追责，第一个抓的就是你这个法人。什么？你根本就赔不起？你刚才说要认账的。我认不认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到时候坐牢的是他。元代资款一股1200万，清代官窑瓷器3件750万，累计4340万。林浩，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你！牢底坐穿的是叶文，是他这个法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跟过来，谁跟过来，我连你们一起砸！怎么不装了？怕了？文文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当初你要是乖乖的，何必闹到今天这种地步？林浩，你自己看，累计损坏文物总价值8700万，我把零头给你抹了。8700万，这不是个小数目呀。叶文，你说这么大的金额，公司赔不起，你这个法人要判多少年啊？我估摸着怎么也得判个10年8年的，到时候你在牢里，叶氏集团可就成我们阿浩的了，想想都替你可惜。精彩，还真是精彩。林浩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？我没忘，结婚的时候，天盛集团的法人写的是你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是吗？同志们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家公司的法人是叶文，他的公司损坏了这么多文物，他赔不起，快抓着坐牢啊！你就是林浩？是我。你们别抓错人，法人可是叶文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同志，我们有全程的录像，所有的文物都是林浩故意损毁的，而且他还亲口承认了。我承认，是我砸的，但赔钱的是公司，那法人是他叶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错，他砸的又怎么样？法人是叶文，要抓就抓他。拿出来，让他彻底死心。同志，这是天盛集团最新的工商登记信息。从3年前开始，公司的法人就从叶文女士变更为眼前的这位林浩先生。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你们伪造的！法人是叶文，怎么会是林浩？林浩，你不会真的不知道吧？结婚第2年，你妈又哭又闹，怕我占了林家的便宜，拿着你的身份证偷偷去工商局，把法人改成了你自己。这个破公司，我压根就没放在眼里，没想到最后却成了你的催命符。这不可能！我妈她怎么会？林浩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法人是叶文，怎么成你的了？和这闹了半天，砸了快9000万的文物，最后要坐牢的是你自己呀！
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一直看着我砸，看着我发疯啊？没错，我早就知道，我就想看着你为了害我，能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。李浩，你骗我！你说坐牢的是叶文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还怀着孩子，我不想你坐牢。给我滚开！文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你让我一次好不好？啊，文文，别动，我也错了，我不该跟着李浩鬼混，不该欺负你，不该跟着他一起砸东西。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！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我不能让孩子生出来就没有爸爸。我该死！我是畜生，我他妈不是人！文文，我知道这3年你为了我放弃了这么多，我鬼迷心窍，才跟这个周圆圆搞在一起，我还跟我妈一起欺负你，我简直就是猪狗不如啊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不晚，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，以后再也不跟这个周圆圆见面了。还有我妈那边，我跟她说清楚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啊！李浩，你说什么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闭嘴！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跟文文能搞成这样吗？啊！李浩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当初是你说要和我在一起，要娶我，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把锅甩在我身上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都跟他划清界限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以后对你百依百顺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好不好？李浩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在林家，你是怎么跟你妈一起逼着我给周圆圆跪下穿鞋？你难道忘了你是怎么把我推开，让我的额头撞在茶几上流血的？你忘了你是怎么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除了洗衣做饭什么都不会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时候我鬼迷心窍了，那都是周圆圆和我妈一起撺掇我的。文文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文文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不该撺掇李浩，不该欺负你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也给你磕头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在招标会上，我看着你签离婚协议，当时我就在想，3年的夫妻情分到此为止。我不会再对你赶尽杀绝，可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还盗用我的专利侵权谋私，甚至想把责任推给我，让我给你坐牢。林浩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文文，我求求你，你跟执法同志说一声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别把我带走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是个毒妇，竟然敢这么害我儿子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作孽呀！我们林家又倒了什么霉，遇上你这么一个狠心的毒妇？我儿子他不过是犯了点错，你至于非得把他往死里抽啊？妈，你可来了，你快求求叶冬，让他放了阿浩吧！我还怀着阿浩的孩子，我不能没有阿浩。只是犯错，他婚内出轨寡嫂，合起伙来欺辱我3年，撕毁佛家重要科研资料，故意损毁近9000万的慈善文物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一件不该付出代价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叶冬，我求求你放了阿浩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要死要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林家欠我的，从今天开始，一笔一笔，全都要给我还回来。同志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这，损坏的文物、全程的录像，以及他亲口承认的录音，我全部都有，请您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处理。完了，
撑完了。我的儿子，是妈害的你，难道当初非要该骂人是妈害了你呀，儿子？该怎么办？我怀着孩子，以后可怎么活？都怪你这个毒妇，是他害了我们。你们现在哭都是当初自己做的孽。秦芳，你之前天天骂我是不下蛋的黄脸婆，逼着我把婚房让给周圆圆，让我给她洗衣做饭当牛做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周圆圆，你一直把我当佣人使唤，当着我的面和林浩卿卿我我，用意大利语骂我是奴隶，跟着林浩一起砸毁慈善文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叶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不该跟他一起胡闹。林浩，当初是你跪着求我辞职当家庭主妇的，可你转头拿着我的钱去要别的女人。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，你永远站在别人后面，甚至为了推卸责任，是我替你去做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发誓一心一意对你，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已经没有重来的机会了。3年前那个满心欢喜嫁给你，为了你心甘情愿收敛所有锋芒的叶文，已经被你们亲手杀死了。我今天在这里把所有的账算清楚。第一，天盛集团所有侵权的项目全部叫停，所有赔偿违约1分都不能少。第二，你故意损坏文物，按照法律流程必须承担全部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。第三，周圆圆、秦芳在这件事情中参与教唆协助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，之前侵占的所有财物全部归还。第四，从今天开始，叶氏全球所有业务终止与你们3人的所有合作，全行业拉黑，绝不合作。林浩，你涉嫌故意损毁文物，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我们现在立马将你逮捕，请你配合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了！求求你不要抓他，他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撺掇他的。你要就去抓我吧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，求求你们了！儿子！各位观众，本次慈善捐献活动突发意外，嫌疑人林浩故意损坏珍贵文物，金额高达9000万，相关涉案人员已经全部锁定，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报道，也为叶文女士对罕见病儿童的爱心捐赠致敬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关注罕见病儿童的项目不会停止。至于损坏的文物，我会个人全额补上，不会让孩子们少1分的善款。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多多关注这些孩子们，给他们多一点希望。小白啊，委屈你了，这好好的一个慈善活动被他们搅成这样。没关系，只要不耽误孩子们的事情就好。至于剩下完整的文物，我们将继续捐赠，损坏的部分我会在3天内补齐。董事长，剩下的就全部交给我好了。法务部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资料，一定会积极处理，不会有任何遗漏。处理干净，不要影响慈善项目的进度。3年的烂账今天彻底清了。董事长，那接下来您有什么安排？接下来建实验室，搞科研，把咱们的医药技术做到顶尖，让国外不再卡我们的脖子，继续把慈善项目做下去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是。以前我为了一个男人困在方寸厨房，丢了自己。现在我终于找回了自己。我的战场从来不是家庭和灶台，而是更广阔的天地。往后我只为我自己，为我想做的事，为我想守护的人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